曾經被稱為香港嘅股王700騰訊，喺過去幾年都因為種種嘅負面因素，令到佢嘅股價係一沉不起嘅，由最高峰775蚊嘅水平跌至去最多270蚊左右都令好多投資者係損手爛腳嘅。不過正就因為跌咗咁多，有唔少投資者都諗緊值唔值得喺呢一啲位置開始係趁低吸納。有貨冇貨嘅你又應該點樣部署好呢？今日就想同大家去分享我對於騰訊最新嘅睇法。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ham，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雖然騰訊股價近幾年嘅表現係非常之唔理想不過相比起其他香港上市嘅科技龍頭 ATMXJ 嚟講咧，其實騰訊都算係好啲嘅一隻嚟㗎啦。回顧翻呢一啲權重科技股早幾年嘅高位，可以見到僅次於京東，騰訊嘅跌幅係5隻之中排名第2少嘅。不過當然個跌幅都係非常之誇張，有成超過60% 嘅跌幅嘅。當中騰訊最受影響嘅係佢嘅核心嘅遊戲業務特別係內地政府對遊戲嘅監管都好影響到佢近年嘅業績表現特別針對小朋友打機嘅時間，早前就有內地官方嘅媒體批評，講緊就係話騰訊遊戲旗下嘅《王者榮耀》係一種精神嘅鴉片，對小朋友嘅身心發展都係唔健康嘅。而當有關報道一出嚟之後咧，其實都令到騰訊連同其他遊戲類嘅股票係急跌嘅。因應監管要求，騰訊回應就話會推出未成年保護嘅措施，限制小朋友打機嘅時間另外亦都禁止未成年用家喺遊戲入邊做相關嘅消費嘅。雖然有唔少分析講到，騰訊絕大部分嘅用戶都係一啲成年人嘅用家。所以一連串遊戲嘅監管措施對公司實際嘅影響就唔大嘅。不過正就係因為內地嘅監管政策都好難預測啦，投資者對內地科技股票嘅信心就因為呢一個消息，在所難免都會有啲動搖嘅。更何況除咗限制小朋友打機嘅時間，內地近期公布嘅新一批60款遊戲版號名單入邊，都未見到有騰訊旗下嘅遊戲都令騰訊繼續只能夠係食老本未可以推出新嘅遊戲，都限制咗騰訊近期遊戲業務嘅發展嘅。咁你會問呢一啲負面嘅消息，實際上又對騰訊嘅遊戲業務又有幾大嘅影響呢？根據翻騰訊過往1年嘅業績數據，遊戲業務嘅發展的確係好明顯比往年慢咗落嚟嘅。回顧騰訊喺遊戲業務過去最近4季嘅數據，可以見到由2021年第3至到第4季就只有單位百分比嘅升幅，而喺今年嘅第1同埋第2季就更加係接近冇增長相比起2017年，騰訊喺遊戲業務嘅增長，每季都可以錄得按年超過30% 嘅收入升幅，都可以見到遊戲業務嘅增長差距都係非常之大。而呢一啲數據都可以反映住頭先提及嘅遊戲監管政策對騰訊遊戲嘅業務嘅影響嘅。不過除咗監管嘅問題，大家亦唔可以忽略內地經濟環境下滑嘅因素。內房債務嘅危機同埋疫情封城嘅政策，對於內地嘅經濟都造成好大嘅打擊，令到普遍市民嘅消費意欲亦會有一定嘅影響嘅。而遊戲呢一啲非必要嘅消費，亦唔多唔少都會因為受到內地經濟轉差嘅情況而有負面嘅影響嘅。受到宏觀經濟環境走弱嘅情況底下，我哋可以見到近期有唔少嘅科技龍頭企業已經係開始解僱員工去到控制翻公司嘅成本開支。就例如以騰訊嚟講啦，截至今年6月底，業績報告就顯示比起3月份，騰訊嘅員工數量已經係減少咗5500個人嘅啦。同一時間，管理層亦喺近期嘅電話會議提到，目前公司面對緊好大嘅挑戰，而未來會繼續喺成本控制方面有進一步改善嘅空間。咁換句話嚟講，即係意思話騰訊將會繼續喺嚟緊呢幾季係好可能會解僱更多嘅員工去到控制翻人工開支嘅成本。最後再同大家去到分析近期有關騰訊俾大股東減持嘅消息。事隔唔過3個月，
南非嘅大股東 Naspers 咧喺9月份再次係減持騰訊嘅持股嘅。雖然騰訊近期啦都有因應大股東減持，有喺公開市場回購自己嘅股份啊。不過呢一個嘅回購嘅動作啦，都未有緩解到市場嘅憂慮嘅。實際上，除咗騰訊遭受大股東減持之外，其他大型嘅科技企業啦都有類似嘅情況。咁就例如阿里巴巴啦，一直咧都俾大股東軟銀啦係不斷減持嘅。咁另外啦，仲有隻比亞迪。咁近期巴菲特旗下巴郡啦，亦有減持部分嘅持股嘅，都可能預示住大型嘅投資者啦，對於宏觀經濟嘅前景啦，都唔太樂觀嘅，同埋對於內地政府打壓科技行業嘅憂慮，而令到佢哋咧都相繼減持所持有嘅中概股。除此之外，又減持內地網購平台京東同埋東南亞電商平台 C Limited 之後，有消息傳話騰訊啦，亦會考慮減持美團嘅股份啦。咁雖然消息啦都未經官方證實，不過呢一啲嘅傳聞啦已經足以令到內地嘅科技板塊啦再次係波動嘅。騰訊接二連三減持呢一啲股份背後嘅原因係因為要滿足內地監管嘅要求，定係覺得投資嘅公司已經係見頂，已經係處於估值高嘅水平，而做出減持嘅行動。呢一點啦，的確係令人耐人尋味嘅。總括嚟講，騰訊啦，的確依然係面對緊好多負面嘅因素。不過考慮到好多負面嘅消息，其實已經係反映咗喺呢個股價身上。再加上股價嘅估值啦，已經係處於歷史嘅低位，市盈率啦已經去到10倍左右嘅水平。除非再有更多負面嘅因素影響住公司嘅股價，咁我個人相信啦，騰訊再下跌嘅空間咧係有限嘅。另外，依家恒指啦，其實已經同樣去到估值嘅歷史低位，已經係非常之低殘，而指數要反彈都需要靠呢啲權重股去到帶動。騰訊作為恒生指數主要嘅成分股，理應啦亦可以係受惠得到嘅。最後，假如投資者係有興趣趁低吸納騰訊，我認為啦可以係特別留意住內地政府審批新遊戲版號最新嘅消息。正如頭先都提到嘅啦，咁雖然內地近期啦就公布咗新一批60款遊戲版號嘅名單，咁不過啦就未見到騰訊旗下嘅遊戲係成功通過呢個嘅審批嘅。不過如果遲啲內地政府正式審批通過騰訊旗下嘅新遊戲嘅話，我認為咧係一個轉勢嘅信號。因為呢一個舉動啦，會係意味住內地政府對於騰訊嘅監管啊係有鬆綁嘅跡象嘅。好，希望今日嘅影片都幫到大家啦。咁最後啦，如果大家係想支持我嘅創作，同埋想收到更加多獨家嘅資訊嘅話咧，咁都歡迎大家啦去 join 我嘅 Patreon。咁詳細嘅資料啦都可以去翻下邊嘅 description 參考。多謝大家收睇，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賺。